1939年9月1日，二战爆发。德军使用了一种神秘设备加密通讯，让盟军在战争初期节节败退。在最近热映的电影《解密》中，破解密码机子密时出现的旋转楼梯、顶层灯塔、一顿一动的摩天轮组，灿烂中透露着诡异。而子密的原型机其实就是二战中最重要的情报装备——恩尼格玛机。有人说，对恩尼格玛机的破译，让二战进程加速，也促成了现代计算机的诞生。恩尼格玛机到底是如何被破解的？二战又是如何提前结束的呢？大家好，我是 Scott， 今天我们来说恩尼格玛机和炸弹机。1918年，德国的一位工程师阿图尔·谢尔比乌斯发明了一台加密设备，用来为企业提供商业机密的保护。所以恩尼格玛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加密的意思。同年的2月份，他与理查德·里特组建了谢尔比乌斯和里特公司，并且给自己的发明申请了专利。他们还开始向德国军队和政府部门推销这款机器，但当时没人对这个半个立方大、重约50公斤的笨重机器感兴趣，所以呢，他们干脆就把专利授权给了另外一个德国公司，并且加入了他们的董事会。1924年，他们为了销售机器，参加了万国邮政联盟大会，当中展出的呢，就是恩尼格玛 A 型机器。当时的 A 型机配有一台打字机，十分笨重，自然而然呢，这也是无人问津。这卖不出去可不行。要知道那会儿德国经济也是十分萧条，企业的生存也是压力山大。为了解决过于笨重的问题呢，打字机被去除了，用反射器来取代。使用的时候，由操作员来记录显示板上的加密信息。于是，比前几种型号更小、更易于携带的 C 型机诞生了。因为反射器的增加，它也被称作亮着灯的恩尼格玛机。紧接着呢，是进一步改良的 D 型机。从1927年开始生产和销售，一炮而红。除了欧洲国家以外呢，还销往美国和日本。在1920年代末，欧洲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情报工作就变得尤为重要。德国海军在民用机型的基础之上，改造推出了第一种军方使用的密码机。随后，德国陆军在1930年6月推出了恩尼格玛1型，加入连接板的设计，极大地提高了保密性。随着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之后，恩尼格玛机被崛起的德意志帝国赋予了新的使命。德国军方高层意识到恩尼格玛机的潜力，下令让德国国防军情报部门着手改造更加复杂的恩尼格玛机，让它成为专门的军事通信加密工具。当时的德国军方认为，凭借恩尼格玛机的复杂性，他们的军事通讯将永远不会被敌人破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恩尼格玛机加密后的信息很难破解呢？在早期的密码学中，加密的方式主要是字母移位、密码本或者是字母代替，而恩尼格玛机使用的呢，就是字母代替的原理。在机器核心中呢，多个转子组成了一整套加密系统，每个转子上有26个字母。当用户按下一个字母的时候，比如说字母 A， 电流就会通过这些转子，在每个转子上转换完成之后，最终输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字母，可能是 B 或者是 W。 那由于转子的设置和初始位置不同，输出结果也会很不一样。有人用现代电脑写了一个恩尼格玛机的原理程序，我把它放在下面的描述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来看看。恩尼格玛机的复杂性在于，每个转子都有26个位置，并且在每次按键后呢，转子都会自动旋转，使得加密的方式不断变化。在同时使用3个转子的情况下，出现加密的组合就有16000多种。而德军也在不断改良密码机，军方的密码机中设置了4到8个转子，实际使用的时候呢，只是选择其中的3个，加上其他复杂的设置叠加呢，最终形成了大约1500万亿种可能的组合。并且，这种加密方式可以随时更改，让破解不具有时效性。这也难怪德国人如此自信，认为他们的军事通信是绝对安全的。曾有历史学家估计过，在二战时期呢，大约有10万台各型号的恩尼格玛机投入使用。然而，
德国人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的这一自信在短短几年后就被彻底瓦解了。最初呢，德国使用恩尼格玛机加密的电报，的确让英法等国的情报部门呢束手无策。在二战的时候，监听电台获取电报信息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而在截获大量密电之后，波兰的情报部门发现，手里掌握的根本就是成堆的天书，毫无头绪。就在分析解密工作进入僵局的时候，一份情报的出现让事情出现了转机。1931年，德国通讯部密码处的负责人汉斯·提罗施密特通过他的兄弟鲁道夫与法国情报机构的一个联络人取得了联系，想要出售恩尼格玛机的情报。而施密特在工作期间也掌握了大量关于恩尼格玛机的机密文件。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有疑惑，当时的战争局势非常复杂，泄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施密特要这么做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生计。一战以后，德国因为需要支付凡尔赛条约中约定的巨额战争赔款，政府大量印钞，造成了德国国内恶性通胀，物价飞涨，普通民众为了争夺粮食，暴动不断，可以说是民不聊生，一直持续到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导致了世界经济大萧条。这对于本就岌岌可危的德国来说，又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这个时候呢，希特勒领导的德意志劳工党趁机大肆宣传，承诺要救德国于水火之中，因此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但是呢，希特勒的领导风格强硬且极端，所以即便是政府官员，也不是什么轻松的工作。施密特由于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对劳工党政权十分不满，而他自己家庭的经济情况跟大多数德国民众一样，十分困难。恰好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一个任务，是要销毁过时的恩尼格玛密码表，包括一些密码设置的日志记录。于是他就动了出卖机密换取收入的心思，反正都要销毁了，只要让文件消失就好了，至于怎么消失，也不会有人关心了。法国的情报联络人听说施密特要提供恩尼格玛机的情报，十分感兴趣，这边破译都陷入困境了，这么巧就送上门，那还等什么呢？于是法国人通过施密特的兄弟鲁道夫谈妥了价格，约定了交易时间。1931年11月，施密特跟法国情报联络人正式交换了情报信息，这其中包括了恩尼格玛机的操作手册、传子和内部连接图、字母交换和步进机制的说明等一系列文件。在这些文件中，详细说明了恩尼格玛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拿到这么重要的情报，法国人快马加鞭，把文件送到了破译部门办公室。但是呢，法国没有数学和密码学方面的专家，努力了半天没有任何结果。这怎么好像不觉得意外？非常符合我们对法国的认知，是那种超现实的浪漫。虽然法国人自己解不出来，但毕竟是花大价钱买来的情报，不如就顺水人情，把恩尼格玛机送给了波兰军方密码局。当时波兰有3位著名的数学家，马里安·雷耶夫斯基、吉尔兹·罗佐基和亨里克·佐加尔斯基，他们3个也被称作波兰三杰，在当时的波兰密码局从事破解德国密码的工作。在此之前呢，由于波兰对德国的军事活动一直高度关注，所以早在1929年，波兰情报局就从德国购买了民用版的恩尼格玛机，来研究德国的军事加密信息。虽然是民用的机型，跟德军实际使用的军用版本加密等级差了几个维度，但是它还是给波兰三杰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关键的基础信息。通过对大量德国密电对比分析后，他们发现了这些电报中字母重复的规律。每天电报中出现的重复字母就是转子的循环圈，而这个循环圈呢，就是恩尼格玛机当天的密钥。但是循环圈的位置是通过转子初始方向和字母置换形成的，而它的数量和长度和连接板上的字母置换毫无关系。在计算了转子、交换器、连接板等部件的影响之后，波兰三杰确认了当时德军使用的恩尼格玛机密钥总共有10万多个。至此，破译工作就陷入了僵局。虽然原理知道了，但是并不能破译出电台截获的密文。而在此时，他们收到了法国递送的情报，破译工作终于出现了突破口。1932年，波兰三杰利用这些文件，结合之前的研究成果，
他们重建了军用恩尼格玛机内部的工作机制。1938年，雷耶夫斯基在这个基础之上，又设计了一种叫做炸弹的电动机械设备，来代替人工，加快破译工作的速度。在5年的时间里，波兰密码处破解了大约10万条德国加密电报，这其中就包括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真正意图的密电。然而，破译工作的成功并没有维持很久。德军在1938年底改进了恩尼格玛机，向内部增加了2个转子和16根连线。过去的破解方式和炸弹失去了作用，恩尼格玛密码机发出的加密电报再一次成为了天书。这几乎让波兰密码处的工作前功尽弃。还没等到他们完成对升级后的恩尼格玛机的破译工作，波兰沦陷了。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大举入侵波兰，第2次世界大战拉开序幕。然而，波兰3杰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早在1939年3月，德国入侵斯洛伐克，彻底打破了之前签订慕尼黑协议带来的虚假和平的时候，波兰政府就意识到与德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于是波兰先后与英国和法国缔结了领土安全保护承诺协定。在同年7月的华沙会议上，波兰情报部门决定把所有破译恩尼格玛机的成果毫无保留地转交给英国和法国，这包括所有的文件、复制的恩尼格玛机和相关的工具。这也为盟军后来的破译工作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促成了图灵在布莱切利庄园的一战成名。布莱切利庄园这名字乍一听，大部分人脑海中出现的场景估计都是欧洲古堡、唐顿庄园之类的。事实上，它原本是一座宁静的乡间别墅，融合哥特式复兴风格、都铎式和荷兰巴洛克风格的设计。随着前主人的离世，开发商准备将其夷为平地，建造新的建筑。但由于局势日益紧张，英国海军上将休·辛克莱爵士看上了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里位于连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铁路线上，2所大学的专家学者都可以方便地在那里聚集。附近的布莱切利火车站是英国西岸的主要火车站，能够直接通往伦敦市中心。此外，这里还临近电话线以及通往伦敦的主要道路，这无疑是情报机构最佳的地点。作为军情六处的首长、海军情报科总监、政府密码学校的创办人，辛克莱爵士极力游说政府部门出资买下这处房产，用来作为情报机构的秘密办公室，但是遭到了上级的拒绝。最后，他自掏腰包，花费了7500英镑买下了布莱切利庄园，这大概相当于今天的42万英镑。而在1938年，英国人均收入中位数大约是500英镑一年，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事实证明，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大胆并且明智的决策。布莱切利庄园成为了英国政府的最高机密之一，这里云集了一批来自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天才，精通数学、语言学、工程学等各个领域，其中就包括了大家熟知的现代计算机科学奠基人阿兰·图灵，设计建造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莫里斯等等。他们共同肩负着破解恩尼格玛机的重任。在2战时期，这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情报中心，也被称为 X 电台。这里也是恩尼格玛机与炸弹机的秘密擂台，情报界的无声战场。虽然在2战时期，大约有1万人在布莱切利庄园内工作，但他们都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因此，直到1974年，军情六处高级军官温特伯瑟姆撰写了一本名为《The Ultra Secret》的书，布莱切利庄园才第一次被公诸于世。英国官方则是在1970年代末才正式公开了相关的档案信息。2战以后，这里也一直被各种不同的政府部门当作办公地点。那说到这儿，就得提到大名鼎鼎的数学天才阿兰·图灵。图灵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了自己在数学方面的天赋。他18岁考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主攻数学专业。在1938年，图灵获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由于学业出色，当时在大学任教的数学家弗诺伊曼还想聘请他作为助理，但图灵对此并不感兴趣。1938年底，他回到了英国，并且受邀加入了布莱切利庄园。因为图灵在数学、逻辑和计算的领域的造诣呢，使他成为了破译恩尼格玛机的最佳人选。
在布莱切利庄园，图灵和他的团队日夜不眠地分析德国的密电，试图找出破解恩尼格玛机的关键。图灵意识到，要想有效地破解恩尼格玛机，必须依靠机械化的方式。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设计一种机器，用来自动尝试恩尼格玛机的所有可能组合，从而找到解密的关键信息。而这台机器也被称为炸弹机。炸弹机的设计原理虽然复杂，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大型的机械计算器。最初，炸弹机的核心是一个能够高速旋转的转子系统，通过对比不同的组合，找出符合德军密电的正确设定。而图灵的炸弹机经过改良，可以自动破译德军改进后的恩尼格玛机。这种自动化的方式大大提高了破译恩尼格玛机的效率。有多大的改进呢？在电影解密中，701的工作人员在介绍子密破译项目的时候说，如果单靠人脑和纸笔，几天可能都没有结果，但利用炸弹机破译一份德军密电的时间可以缩短到几小时到1天。而如果操纵得当，并且初始设定准确，最快可以在20分钟之内找到正确的设定规则。图灵的想法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布莱切利庄园开始全力制造炸弹机。然而，这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因为炸弹机的设计极为复杂，并且需要精密的工程技术和高度的制造工艺。图灵的炸弹机使用了复杂的电路系统来模拟恩尼格玛机的加密途径，这就要求电路能够快速处理大量的信号，并且精确控制不同转子之间的连接。而每台炸弹机大约有1万个零件，包括齿轮转子、线圈、电动机等等。这些零件在制造的时候就需要极高的精度。为此，英国政府和制表机公司合作，开始了炸弹机的生产工作。而制表机公司也不负众望，在图灵和其他科学家的指导下，他们成功制造出了第一批炸弹机。到战争结束时，一共生产了210台炸弹机。这些机器被秘密安装在英国各地的多个破译中心，其中就包括了布莱切利庄园、亨斯洛普庄园和其他的战略地点。炸弹机日夜不停地工作，扫描德军的密电。在战争的巅峰时期，布莱切利庄园每天都能破解数百条德军的密电，不仅包括了德军的战术部署，还揭示了他们的战略意图。而恩尼格玛机的破译成果一直都被英国政府列为最高机密，甚至许多政府高官都不知情。为了保护这项秘密，英国情报部门采取了各种措施，以确保德军不会怀疑他们的密码系统已经被破解。并且在二战结束后，英国首相丘吉尔还下令秘密销毁布莱切利庄园中的资料，包括散布在多个情报机构中所有的炸弹机。直到1974年，温特伯瑟姆的书《6号小屋的故事》出版之后，才让人们对盟军破译密码的过程一探究竟。书中详细描述了恩尼格玛机的破译是如何帮助盟军解密关键情报，进而在战争中取得许多胜利的。他指出呢，通过破译恩尼格玛机，盟军避免了许多潜在的灾难性损失，并大大缩短了战争的进程。他在书中推测说，恩尼格玛机的破译可能将战争缩短了至少2年的时间。而英国前总理丘吉尔也将布莱切利庄园的破译者比喻为自己在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武器。说到这儿，我们不禁疑问，盟军究竟破译了什么机密内容？他们又是如何利用这些破译的信息，使得德军的战略计划被瓦解，最终走向失败的呢？当时的德国最高领导人希特勒有着征服世界、成为世界霸主的野心。他认为，只有主动进攻才不会被挨打，只有进步才不会被欺负。带着这样的野心，德国将战争的魔爪伸向了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5大战场同时作战的形式。1939年9月，为了切断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补给线，德国的 U 型潜艇如同幽灵般潜伏在大西洋深处。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将英国的补给舰队一一击沉，让这个岛国臣服。起初，德军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40年和1941年也被称为德国游艇的黄金时代。德国的潜艇战术一度让盟军损失惨重，导致英国出现物资严重匮乏的情况。1941年5月7日，布莱切利庄园成功破解了一条德国海军的密电。电报中提到 U110 在 BC7429 区执行任务，继续沿 SSW 方向巡逻，等待进一步指示。根据这一条信息，
盟军找到了确切位置，最终成功俘获了这艘潜艇。令人意外的是，这次行动中还缴获了恩尼格玛机的零件和密码本，这也为之后的破译工作提供了更多信息。从德军损失的 U 型潜艇数量统计表中也可以看出，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德军折损的数量开始稳步增加了。1943年5月，盟军利用破译的恩尼格玛密电，成功组织了一系列反潜伏击行动，在1个月之内击沉了41艘 U 型潜艇，这直接逆转了大西洋战场的局势，导致德国海军在大西洋战场毫无翻身的机会。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大西洋战役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一补给线对英国而言有多么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北非沙漠，德军的沙漠之狐元帅隆美尔带领着非洲军团与盟军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而这里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谁控制了这里，谁就掌握了通往中东和苏伊士运河的钥匙。1942年10月，第二次阿拉曼战役爆发，隆美尔这个时候正在计划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试图击溃盟军，并且推进到开罗。然而，此时的盟军已经破译了德国高层与隆美尔将军的通讯，其中一份电报中提到，阿拉曼地区的补给状况极度紧张，油料弹药短缺，特别是第21装甲师和第15装甲师。盟军将领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十分有限的兵力集中在德军的薄弱环节。在战斗开始不久后，德军发现自己陷入了精心布置的火力网中，补给线被切断，进攻无力为继。最终，德军不得不撤退，这标志着隆美尔在北非的失败。而对恩尼格玛机破译应用的最高潮，则是在诺曼底登陆。为了让诺曼底登陆顺利进行，盟军制定了一个极其庞大的欺骗计划——堡垒行动。计划的核心呢，就是通过恩尼格玛密电向德军传递虚假信息，让他们误以为盟军将在加莱海峡，而不是在诺曼底发起登陆。1944年4月起，盟军虚构了一个第一集团军，并且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虚假无线电系统。在多个信号发射点，盟军模拟了部队之间的日常通信，包括军队补给请求、部队调动、演习命令等。而这些行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德军能够通过无线电监听和空中侦察，确信盟军要入侵的地点是加莱海峡。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西班牙裔双重间谍胡安·普约尔·加西亚给当时的德国情报机关阿波维尔发送了一条关键信息。在信息中写道，盟军的主要攻击将会在加莱地区进行，而诺曼底的活动只是一次转移德军注意力的佯攻。胡安本来是纳粹德国的间谍，在德军中有很高的威望，然而他很厌恶希特勒宣讲的纳粹主义和扩张理念。1941年初，胡安给英国情报机关 M15提供情报，让自己成为一名双重间谍，以此来误导德军，削弱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并且帮助盟军取得胜利。这种误导成功让德军把主力部队调离了诺曼底，留下了相对薄弱的防线。诺曼底登陆当天，盟军在空中和海上的强大火力掩护下，成功突破了德军的海岸防线。登陆后的几个月里，盟军迅速推进，解放了巴黎，并向德国本土进军。在之后的东线战场和意大利战场中，恩尼格玛机的破译工作也对盟军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电影《解密》中的2句台词，我们的思想可以在战争中用作武器，看似简单的数字和字母都是有生命的。在战火纷飞的背后，数学家、工程师和情报员们用智慧为武器，勇气为弹药，扭转了战争的局面，在海量的数字和字母中拯救了数以万计的人。如果战争是人类历史中难以避免的过程，那么用任何手段提前结束战争，则是人性中最大的善。